男人独自来到湖边钓鱼，除了带着鱼竿，竟还随身拿了一把斧头。男人用手测了测水温，然后转动滚轮， I will catch you. 接着将鱼竿猛地抛向湖中央。此时湖底一只肥美的大鱼被饵料吸引，片刻之后鱼上钩了，男人赶紧收线，大鱼拼命挣脱，却还是被拉上了岸。鱼又肥又大，一看就很适合下锅。男人拿起斧头想砍向大鱼，却注意到他眼中的绝望。面对如此生灵，男人心软了，他取掉鱼钩放生了大鱼，看着大鱼游走，男人的内心无比痛苦。而他之所以如此痛恨这条鱼，还要从一场奇遇说起。不久前二战结束，诺亚退伍回家，却意外发现父母早已去世， Your mom and daddy would have been real proud. 而唯一的弟弟也因抢劫坐了牢。更惨的是，就连家里的老房子也被拍卖给了别人。诺亚无家可归，开始背上行囊到处流浪，饿了就靠钓鱼填饱肚子。这天，诺亚正准备钓鱼，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的老头，老头也是钓鱼爱好者，两人一起垂钓。诺亚钓技高超，鱼一条又一条上钩，老头惊呆了。Oh, will you look at that? 这晚老头蹭了顿饭，还给诺亚讲了个故事。他说，如果你无处可去，不如去月光之谷，那里有个无鱼之湖，里面只有一条鲈鱼，大的像鱼一样，目前没人能钓到。诺亚被故事吸引了，第二天一早，他便来到了月光之谷，一个美好的像是与世隔绝的地方。诺亚走到湖边，任水流从手指间淌过，这是他每次钓鱼的仪式感。下一秒，一条巨大的鲈鱼跃出水面。 Old Hawkmore told me about you. I'll see you later. 他接着往镇上走去，路过农场时，远远看见一个窈窕的身影正在晒衣服，而这个身影也将成为拯救他一生的人。诺亚走到商店，引起了警长的注意。他问诺亚从哪来的，诺亚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过去。得知他参加过二战，他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，然后尊敬地和诺亚握了握手。交谈后，警长得知诺亚靠钓鱼为生，便告诉他2周后这里要举行钓鱼比赛，冠军有20美元。诺亚表示自己会参加的。这时，一旁的村民听说诺亚会钓鱼，便和他打赌，如果能在日落前钓到6条鲶鱼，就给他6美分。尽管警长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诺亚还是答应了。之后，诺亚去商店采购物资，而之前看到的女人也在这时走进店里。诺亚不自觉被吸引了。店主说女人叫埃莉诺，是个寡妇。村民的孙子对诺亚很好奇，他是自闭症，从没说过话。诺亚变了个魔术逗男孩开心，还大方地请他吃糖。他的爱心给埃莉诺留下了好印象。接着，埃莉诺准备结账，诺亚绅士地让他先来。店主向埃莉诺介绍说，诺亚是职业钓鱼人，想吃鱼可以找他。 Thank you. We don't eat much fish. 诺亚不禁有点失落。这晚，诺亚果然钓到了6条鲶鱼。村民按照约定给了钱，还邀请他周末一起去教堂。晚上，诺亚就在河边扎营。可每到夜深人静时，战争的阴影就会再次袭来，让他夜夜难以安睡。周末这天，诺亚路过农场，发现埃莉诺家的母牛正躺在地上哀嚎。埃莉诺一脸无助，诺亚主动上前帮忙。他轻抚饱受痛苦的动物，遗憾地告诉埃莉诺，牛没救了。他让埃莉诺去拿枪，由他来终结母牛的痛苦。之后，诺亚好心地给母牛挖了个坑。为了表达感谢，埃莉诺特地给他做了午餐。埃莉诺看着诺亚，他人很温柔，可眼神里却饱含忧郁。他知道那是战争的痕迹。他告诉诺亚，自己的亡夫也参加过二战。他忍不住问诺亚 What was it like? The war. Well, it's not something you can get out of your mind. There's no making sense of it either. Well, I guess a lot of things don't make sense. 诺亚被触动了。埃莉诺说的何尝不是他的痛苦。埋完母牛后，诺亚过来和埃莉诺告别，可埃莉诺热情地邀请他进屋。诺亚注意到埃莉诺的奶奶似乎正在闹脾气，原来她像小孩子一样想要吃巧克力。诺亚准备要走，埃莉诺却问他住哪。得知他竟然睡在野外后，埃莉诺有点心疼。他说自己在湖边有一个钓鱼小屋，让诺亚放心去住。随后他开车带诺亚来到湖边，这个老地方勾起了他的伤心事。 My husband shot himself here. 诺亚很惊讶，他以为男人死在了战场上。埃莉诺也不理解，为什么丈夫能从战争中幸存，却对抗不了自己的心魔。诺亚沉默了，他对男人的痛苦感同身受。小屋很简陋，却足够包容诺亚破碎的灵魂。在诺亚面前，埃莉诺感觉莫名的放松，她怀念地说起丈夫的往事，而诺亚就这样静静倾听。 I'm a chatterbox, aren't I? 临走前，诺亚跟埃莉诺道晚安，开口却还是礼貌地称呼她女士。 How old are you, Mr. Locke? I'm 28. Well, I'm just 4 years older, so don't call me ma'am. Yes, ma'am. 这天，商店老板给诺亚提供了一份刷油漆的工作，还允许他闲暇时去钓鱼。从老板口中，
诺亚了解到男孩的身世，他的爸爸在战场上牺牲，只剩下爷爷奶奶照顾他。男孩一直很孤独，诺亚渐渐爱上这里的生活。空闲时，他去湖边挖蚯蚓，男孩就躲在树后偷看。诺亚招呼他过来， You wanna help? 在他的指导下，男孩挖了条又肥又大的蚯蚓。诺亚还传授了一个独家秘诀，他说谷仓里的黄粉幼虫是鲶鱼的最爱。诺亚和男孩成了朋友，两人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无忧无虑。每当诺亚刷漆时，男孩就会来帮忙，一大一小给房子涂上明亮的颜色。尽管他不能说话，两人交流起来却毫无障碍。诺亚还给他讲了老头说的故事。 That bass I was telling you about? Up at the lake? I saw it once. Looked like a mule, it was so big. Well, it didn't look like a mule the way a mule looks. It's a fish, but it's big like a mule. 小镇的生活缓慢而治愈。这天一早，诺亚在剪头发，埃莉诺来了。诺亚把头发剪得乱七八糟，埃莉诺看不下去，干脆自己动手。两人随意的聊着天。埃莉诺问他四处游荡不累吗？可诺亚表示没有家人，不管去哪他都没有归属感。这时埃莉诺看到诺亚的伤痕，他很心疼。 Must have been terrible. 片刻之后，头发剪好了。 It's much better than I could have done. Thank you. 四目相对的这一刻，埃莉诺的心跳加速了。这段时间，男孩成了诺亚钓鱼的得力助手。而这天趁诺亚出去钓鱼，埃莉诺带来了很多东西。她擦干净窗户，又铺上桌布，还放了鲜花。原本简陋的小屋瞬间有了家的感觉。很明显，她寂寞的心因为诺亚再次泛起了涟漪。这晚，村民送诺亚回来，下车前，诺亚送了男孩鱼钩和浮漂做礼物。男孩开心地搂住诺亚。 Oh, that's nice. Well, you're welcome. 之后，诺亚回到小屋，埃莉诺所做的一切让他感动。他抱起蓬松的枕头，感觉心也一点点变得柔软。这晚，诺亚终于睡了个好觉。第二天一早，诺亚正在刷油漆，埃莉诺来了。她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。埃莉诺想请诺亚钓鱼，老板很疑惑：“你不是不吃鱼吗？” Taste change. 埃莉诺让诺亚钓到鱼后就来自己家，他亲自下厨请大家吃饭。诺亚高兴地答应了。晚餐时，埃莉诺自然地坐在诺亚旁边，祈祷时还主动牵起他的手。随后奶奶又闹着吃巧克力，可让埃莉诺惊喜的是，诺亚提前买了2块巧克力，一块给男孩，一块给奶奶。饭桌上的气氛很愉快。埃莉诺问诺亚去了那么多地方，最喜欢哪里？ Well, you got a pretty place here, this valley. 这晚，埃莉诺送众人离开，看向诺亚的时候，彼此眼神中的情谊浓到能拉丝。之后，她打开尘封已久的衣柜，衣服上还有丈夫的味道，可她知道是时候放下过去了。另一边，诺亚在小屋里走来走去，他同样为内心的感情而纠结。可最后，他鼓起勇气走向埃莉诺的小屋，看着远处的灯光，心里感觉暖暖的。可他刚想上前，灯就灭了，他只能原路返回。第二天，埃莉诺很早就来了，诺亚慌乱地穿上衣服，赶紧给他开门。埃莉诺带了早餐，还说昨晚很开心。 But it's you who made me happy. I'll fix that for you before I go. 埃莉诺伤心了，她恢复了之前的客套，转身就走。诺亚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，赶紧追上去。 I went by your house last night, but you had already headed for bed. I saw your light go out. Well, I turned my light out. What were you going to do if the light had been on? 诺亚走上前，深深吻了埃莉诺，这就是他想做的。埃莉诺羞涩的告别，又突然想起还没跟诺亚说早安。 Morning. 他俏皮的模样甜到了诺亚的 Good 心。 morning. 这天中午，埃莉诺带奶奶一起来了商店，但其实她是想见诺亚。奶奶特地买了块巧克力给诺亚。就在这时，村民突然找到诺亚，男孩不见了。很快，整个小镇的人都出动了，警长甚至拉来了2条警犬。可直到几小时后，诺亚才发现一个被挖开的蚯蚓窝。他瞬间猜到男孩可能去了湖边。诺亚赶去无鱼之湖，那里只有一根鱼竿，上面正是他送男孩的浮漂。他慌张的大喊，可下一秒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心碎。诺亚冲向湖里抱起男孩，他冰凉的身体彻底击垮了诺亚。男孩就这样离开了。男孩的逝去让小镇陷入悲伤。诺亚很自责，他跟村民道歉，觉得都是因为自己说了鲈鱼的故事，男孩才会去那钓鱼。 It weren't your fault, no. Matthew had a good time knowing you. Been missing his daddy a lot, awful lot lately. You gave him something he didn't have. 男人的宽容反倒让诺亚更加愧疚。不久后，男孩下葬了。葬礼后，诺亚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埃莉诺想去安慰诺亚，却发现他要走了。
诺亚觉得自己不配再留在这。 All we can do is love people with a whole heart while we have the chance. And you love that boy well. 他向诺亚告白，从第一次见面，他就觉得他善良真诚，像是上天派来的天使。 We're hoping for a sign, aren't we? A sign that we have a purpose, that we're being guided towards it. Maybe you've been that sign for others. A sign for Matthew. I was hoping a sign for me. I'm nobody to count on. 诺亚心意已决，埃莉诺很失落，他反问诺亚：“难道不断流浪就能逃避痛苦和心碎吗？” Maybe if you keep walking, you'll find a valley where no one has ever suffered a broken heart. But I wager to say, that would be a loveless place. 几周后，小镇举办了钓鱼比赛，男人一连拿了6届冠军。他本想会大家吹得很牛的诺亚，但诺亚根本没来。他重新修葺了小屋，然后拿着斧子来到湖边，他要为男孩报仇。可等钓上鱼后，诺亚又心软了。鱼又有什么错呢？比赛结束后，埃莉诺来找诺亚，却只找到一张纸条。 If I trusted, even for a moment, in those signs you believe in, I would have tried to be one for you. 另一边，诺亚坐上离开的大巴，他又要去流浪了。巧的是，六冠王也在车上。他说本想会诺亚，却没想到在这遇到他。接着，六冠王向往的说起，曾听一个老头讲，这里的湖有一条巨大的鲈鱼。诺亚很惊讶，他说正是老头的指引，自己才会来到这里。可六冠王却告诉他，老头5年前就死了。诺亚不敢相信，老头到底是鬼魂还是幻觉？但突然间他想通了，老头就是埃莉诺所说的上天的暗示。诺亚赶紧跳下车往回跑，他终于明白了，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痛苦，但总是逃避痛苦，也就错过了幸福。在远处的农场上，诺亚又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他现在终于确定，这里有他一生的幸福。命运难免有很多磨难，可正是因为痛苦，我们才会意识到爱有多么宝贵。如果你曾像诺亚一样迷失，希望这部平淡却满含真情的电影能带给你重来的勇气。